Android 也开始可以使用 iMessage， 到底是不是苹果生态链系统的这个护城河已经慢慢被大家好，朋友们，那我们首先来讲今天一个算蛮大的新闻 ，Android 上面也开始可以使用 iMessage。这个新闻到底是一个怎么一回事？那首先呢，就是 Nothing Phone 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 Nothing Chat 的一个功能，那就是可以在他们这一支 Android 手机上面使用 iMessage。那这个上面的使用呢，就是说你今天即使这支 Android 手机跟 iPhone 在传讯息的时候，别人看到的也会是一个蓝泡泡。像现在大家最在意这些传影片跟传照片档，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比较高画质的方式传输给使用 iPhone 的人，在上面也办得到。那你可以回复讯息啊，或者说让别人看到你现在正在输入讯息的那个小泡泡读取的动画，在上面也有。那所以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呢，大部分 iMessage 的功能在这个 Nothing Chat 上面都可以支援。那这是不是代表，终于这苹果护城河已经被打破了？这些 iMessage 终于也可以在 Android 系统上面使用。那首先先来讲怎么办到的。那你知道怎么办到这一点呢？就会发现，这个功能其实不止在 Nothing Phone， 可能在很多其他 Android 系统都可以做到。那现在有很多观众都在问，到底怎么在 Android 上面使用这些方便的 iMessage 或是 AirDrop 的功能？那其实我们现在本身也用很多 Android 的手机，所以我们也很好奇这一点。但是我们研究过后呢，我们发现有些可以支援的方式，你去使用它的话，我觉得它在安全性上面还是有一定的疑虑，所以我们也没有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iMessage 的这一块，那就是有一家叫做 Sunbird 的公司，他们目前呢有限量的提供给用 Android 的人让你去试用，那这就会让你可以在 Android 上面使用这个 App， 它就可以用 iMessage 的方式跟别人传讯息。那它办到的方式呢，是你必须要在他们这个 App 或在他们系统里面登入你的 Apple ID， 那他们会透过一个虚拟机的方式，在另一台 Mac 上面去帮你做这个讯息的处理。那这边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这样到底安不安全？其实你想想应该不太可能。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问苹果，到底把自己的 Apple ID 交到一个第三方的公司上面，是不是其实有点危险？那以很多人的他们 Apple ID 啊，都用来处理一些蛮重要的讯息。那如果你去想到这些部分的话，把这个资料跟你的 Apple ID 的这些账密都让一个第三方公司可以看得到，是不是蛮危险的？那当然，如果你去他们网站看，他们说他们有加密啊，什么流程不会看到你的什么资料，但是你相不相信这一点？就是他们自己没有意去窃取你的个人资料，会不会有骇客很容易去侵入他们的系统，得到你这些所有的资讯呢？那如果我们退一步啦，如果今天想要用这个功能的都是现在在使用 Android 的人，他们可能只是想要跟身边使用 iPhone 的人用这种 iMessage 的方式来传讯息的话，那或许本身这个 Apple ID 他们就是另外为这个功能所申请的，对他们而言，在这些安全性部分就不太需要担心吗？那关于这个安全性的部分，就让大家自己去思考或者去考量这个地方啊，到底这个功能对你而言有多重要？那我们下一个要讨论的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？我觉得对这个兴起的公司，像 Sunbird 这个软体公司来讲，它就是可能看到市场上有这样的缺口、这样的需求。那新创公司他们有创业去引来新的业务啊，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赚钱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基本，也没有什么对错。那对 Nothing 这个手机公司来讲，其实也是蛮类似的概念，他们也是一个新创的手机公司。那以他们角度而言，就很像一个 marketing stunt， 非常单纯，应该吸引很多注意力跟流量，那就是让他们这个品牌的讨论度又再更高。那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聪明，因为在 Android 这个厮杀激烈的一个市场，那新品牌嘛，其实他们在手机啊、他们耳机设计上面都有做出很大的差异化。但是除了这样，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到产品啊，这个品牌本身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功能在上面。他们时而不时玩这种宣传的方式，其实对这个新品牌而言也没有什么损失，就用一点小冒险的方式去吸引更多的流量。那你也可以看到嘛，瞬间 MKB 的频道又在讨论它，然后他们自己所发布的那支影片带非常多的流量。那在今天也是非常多的科技媒体都在讨论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们出发点而言呢，我觉得走这一步其实算是非常的成功。好，那最后的话就来讲我个人的看法还有疑虑。第一个疑虑就是苹果会忍受多久？那我觉得平常那种小公司玩一玩这种招式是一回事，但是如果以 Nothing 这种那么公开的方式直接拿这个拿来当宣传卖他们手机的话，单法律上面要去做什么可能会有一点困难，尤其在现在这个当下你说 Google 啊或其他阵营也一直在给苹果这个压力，或是美国的司法部在针对这个垄断性的调查。那以 Google 方面来讲，他们就一直在施压。大家记不记得去年 Google 有发很多影片跟广告还有联络很多科技媒体去发这样的消息，他们希望苹果开始去支援 RCS。那他们的讲法就是让所有使用手机啊，所有不同的阵营都可以共用和支援同一个系统。那 Google 要去这样做呢，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要给大众去灌输一个观念，就是说苹果的封闭性并不单单只是因为苹果在乎它的安全性，他们最大的目的呢，还是用这个区隔并锁住他们的客户在他们生态链里面。那像 Google 就会讲嘛，如果真的在意安全性、隐私权的话，那现在苹果用户跟 Android 用户传讯息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没有受到苹果生态链里面的这种安全性保护？
那为什么不大家共用一个更安全的系统？那这当然是 Google 他们的讲法，这也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啦，所以这个对与错也很难讲。但我觉得这通常跟你公司啊，还有你用户的规模性都很有关。如果苹果还是当年那个小众品牌，说真的，你要锁一小批的用户在你自己生态链里面，也没有人在意，也没有人会管你。但到了现在的规模，已经开始有接近独霸市场的这个力量之后，同时你这种生态链封闭的模式是有点压迫到其他厂商生存的方式，自然会面对到市场压力就很不一样。那其实当然 Google 自己在搜寻的这个市场上面也面对一样的压力。那苹果来讲啊，就算他们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动作，但他们是否可以针对性的对这种使用模式做一些阻挡？那其实只要偶尔稍微做一点点，让大家使用这个 Sunburn 或是 Nothing Chat 的稳定性大大降低的时候，基本上就能蛮有效的去伤害到别人用这个功能来做宣传的这个模式。但到头来我们也要来讲啊，到底有多少人真的会因为这个功能去买 Nothing Phone？ 因为第一，我们先讲，虽然他们手机设计真的是蛮特别、蛮漂亮的，但是会买他们手机的人，可能大部分还是在 Android 这个市场的用户嘛。那本身在 Android 市场的这些用户，有多少人真的很在意是不是用 iMessage 在跟 iPhone 的用户传讯息？那就算真的很在意，同时你为了这部分会不会愿意去牺牲掉现在 Android 广大市场上面有这么多不同手机厂牌啊，还有规格的选择？那我觉得这个都很难讲。那另外一个疑虑点呢，就是 Nothing 它有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功能可以一直支援下去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说，我这个 Nothing Phone 2啊，或者 Nothing Chat， 我们可以使用 iMessage 是一个很大的卖点的时候，那别人因为这个理由来买你这只手机的时候，你有办法确保说这个功能可以长时间的延续下去，苹果不会做任何的阻挡啊，或者未来 iMessage 在更新的时候不会让有些功能不能用，然后降低它的稳定性。我觉得这些部分都是他们应该没有办法去保证的地方。那所以基于这一点的话，那到底要不要为了这个原因去买这只手机？我觉得它吸引力就降低蛮多。那另外呢，其实苹果生态链的这个护城河也绝对不止 iMessage 这一点，还有他们广大产品线的这些串联性啊。那我们讲最简单，你可能就是一只 iPhone、一个 iPad 或者一个 AirPod， 那这些最简单的可以在这些装置里面无痛的切换。那同时这些装置也都支援你 AirPods 所有的功能，像是空间音讯啊，这些你一换手机阵营之后就没有办法开启的功能。那再来像是我们自己很常用的这些接力工作，你可以在你的 iPad、Mac 跟手机之间延续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些部分才是真的在苹果上面比较大的一个护城河。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，很多人没有办法换手机的点。那如果这一点在所有的 Android 手机或者任何 Android 厂牌想到办法去解决做到的话，而且是真的做到你不用下载任何的第三方 App， 不用做任何多余的设定，就是直接无痛可以支援 AirDrop 的话，那说真的，我觉得光这一点就有办法说服很多人愿意换系统。因为其实以我们自己工作模式啦 ，AirDrop 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。那尤其是我们马上手机拿起来拍什么做什么的时候，可以直接瞬间传到我们电脑上。这些就算不是团队工作以你自己的工作理由来讲，它也是非常的方便。那当然，苹果自己也一定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也应该会尽他们全力来保护他们生态链的这些护城河。那合理来说，他们自己花钱去开发跟维护的这些功能，本来就是要用来给自家人使用，不然这些钱要怎么赚回来？但是当你真的一个公司规模还有你的市场占有率大到这样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些功能你要用来垄断？这个也很难是你自己可以说得清。那不论是欧盟啊和美国政府都在非常积极的研究这个部分。那其实讲回来，这可能就是一个公平制衡的模式啦。当想要更大的市场占有率，想要赚更多钱的时候，可能自然要受到的监督跟管制就会更多。好了，最后我想问问看大家，就是说你们没有办法换系统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是 iMessage 是 AirDrop， 还是单纯就是手机壳很好买，款式也多很多，或者是整体它生态链里面的方便性啊、接力啊，那也或者是它手机保值性就是比较好，那或者是有什么其他我没讲到的原因，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一起讨论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